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大家请看一下现在屏幕上的这张图。那星际航线它这个飞船呢，它是一个很矮的圆锥体，它的直径是4.56米，但是它的返回舱的高度大概只有3米，所以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矮胖矮胖的这样的一个飞船。而神舟飞船呢，它的直径是2.5米，它的高度呢却有2.8米。所以的话，从返回的角度讲，如果星际航线以它的大底那个面，就底部那个面和神舟飞船一样，都以底部的面载入大气层的时候，那么星际飞船相对来讲姿态更容易保持，让整个底部遮住它的侧壁，来使这个侧壁不受等离子的这个热流的影响。就是说，首先它整个这个造型就使它更适合于用大底来抵抗烧热。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实际上是在防热层的这个布置上。那下部我们从底下这张图的左侧就可以看出来，底下这个左侧实际上神舟飞船的这个大底，它有一个叫做防热大底的东西，使用的是特殊的这个绝热材料。但是这种材料的话，不光用在大底上，我们从这张图就下部的这个右侧这个图上，在神舟飞船的迎风面，考虑到它也可能会受到热影响的时候，所以呢，在那个迎风面实际上也放置了和大底同样材料的绝热材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舟飞船本身它由于这个造型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就是说它有可能侧壁就会受到热的等离子体气流的影响。所以在本身在设计过程中就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为它铺设了绝热层。所以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那个 Starliner 飞船侧壁上那些漆层还保护得很好，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碰到热流。而看到神舟飞船那会儿被烧糊了，是因为第一它碰上了热流，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它的那个防热层，它并没有像大底那样的被抛弃。实际上，星际航线这个飞船，它的侧壁就没有防热，它全是靠大底来防热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星际航线，它在进入大气层以后，当速度降下来，就已经突破了热等离子体气流以后，它是会抛弃它这个防热大底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抛弃防热大底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话，不单单是包括了抛弃防热大底，还包括了它这个伞是怎么打开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行，这个亮点就是星际快线。好，先打开牵引伞，然后现在这两个伞是减速伞，减速伞也已经打开了。先是牵引伞，现在是减速伞。好，再继续下降，待一会儿才会打开。这是3个正式的主伞打开了。大家注意，马上要抛大底了。注意飞船的底部。好，看到了吗？防热大底抛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你看到的时候，神舟飞船那等于相当于就是把那个类似虽然它不叫防热大底，但它还是防热大底是同材料的，它等于把那个大底烧完了的那个情况展示给大家看到了，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神舟飞船你看到那烧糊的那面儿，那就是烧蚀材料。你如果要是对比星际航线的，应该把那星际航线的防热大底拿过来看，烧的情况怎么样。这是第一块儿。然后第二块是什么呢？第二块就是本身星际航线的造型啊，就是它这个长宽比这个直径和高度的比值更合理。这样呢，然后第三呢，再加上它飞行姿态控制的也更合理。大概主要是这几个因素导致的，它的这个表面看着要比这个神舟飞船好。但事实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能从这个我们就能推断出，就是说中国的防热材料就肯定不如 Starliner 的。但是呢，从另一张图上，实际上我们大致能看出来，美国的防热材料的性能还是会稍微好一些的。那从哪个能够看出来呢？切换一下图，我们还是回到这张图，我们先来找一下。那我们看一下神舟号飞船的返回舱，这是现在鼠标指的是神舟号飞船的返回舱。然后呢，我们看在旁边美国的啊，
龙号飞船，星际航线旁边这龙号飞船这造型，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神舟号飞船，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龙号飞船的返回舱，那么它会烧成一个什么样子？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龙号飞船的返回舱。那么龙号飞船我们知道它是靠降落伞，然后落到海里的，然后从海里面打捞出来的这个情况。这是龙号飞船的，它的高度和宽度比这些的和神舟飞船是基本上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大致的认为它的热流密度应该是差不太多的，除非它的飞行姿态更好，它可能能稍稍再减小一些。然后呢，从这个表面烧蚀情况来看呢，应该的确是要优于我们再看一下神舟的啊。从这块儿来看呢，表现的可能要比神舟更好一些。而且更重要的是，龙号飞船它那个表面，有可能没有使用像是神舟飞船防热大底这类的材料，它可能使用的是一些其他的材料。所以的话，从这块儿来看，美国的防热应该做的还是要稍稍的要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目前在火星上工作的火星车呢，是好奇号和毅力号，还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不能移动的这个火星着陆器是洞察号。目前在火星上呢，中国的那个天问一号呢，好像是不是还在工作，我没拿到特别准确的信息。但是比较准确的是，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停止了工作。祝融号火星车从某种程度上讲呢，实际上更相当于接近于美国在1997年发的那个火星探路者号探测器上面的那个旅居者号火星车。就是大家看火星救援那个电影最后那个马特达蒙不是还找到了一个原来地球上发到火星的火星探测器，然后把那个小车给搬回到他自己那儿，然后用那个小车来和地球建立了通讯联系嘛，就是那就是旅居者。那个旅居者呢，在火星上工作了83个火星日，然后相应来讲，祝融呢在火星上工作了358个火星日。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那祝融号要明显的要长于旅居者号。所以现在的在中国大概从这个也能看出来，中国现在的探测器在火星上的天问一号这个探测器，它的水平大概介于在2000几年发射的勇气号和机遇号和火星探路者号之间，就是差不多1997年到2007年这个水平之间的一个水平。火箭的电源系统是否通过电池系统来解决供电的？火箭有没有自身的发电系统？因为火箭所有的控制都需要用电，所以我觉得火箭需要的电力相当大。同时考虑到备份，电力系统的质量也是可观的。应不应该在火箭内壁上？火箭的电力系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且火箭的确要带很多电池。我曾经有朋友啊，他做火箭总体设计的时候，他曾经设想过给火箭带一个汽油发电机。曾经有过这个设想，但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因为的确，现在我们在火箭上都是用的是电池，因为它工作时间实际上很有限。但是如果工作时间长的话呢，那个有可能是可以考虑带一个汽油发电机。但是我给大家讲这个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我连一个汽油发电机都愿意带上去，你就可以想想火箭上的电池得有多少。它的重量肯定应该至少和使用汽油发电机相当，所以这个才会考虑是不是要装个小的汽油发电机上去，就是什么雅马哈啊什么的那类的发电机上去。因为那样的话，反正我火箭上这个液氧是现成的，供氧不成问题，就是再带一点儿汽油就完了。